嗨，大家好，我来爱尔兰已经2个月了，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先说生活成本吧，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刚好前几天我的信用卡账单也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算了一下，整个第2个月我的总共花费是在10621块钱人民币，其中住宿花费了8959，然后其他部分花费了1662。从这可以看出，我主要的花费都是在我的住宿上面，整个应该占了我整个消费的大概85%。剩下的话就是吃饭，吃饭花了1600多吧。这个数字应该是比我在国内叫外卖应该还低的，主要就是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自己做饭的话肯定就比较便宜，而且我去超市买材料的时候、买菜的时候，我就会优先选择那些清仓的食品，一般清仓就打折很多，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马上都是临期的，马上就要过期了，可能当天就要吃完的那些。如果没有我喜欢的话，我就会去一些优惠区吧。比如说是买2个，可能就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3合2的这种。反正就是基本都是买打折的商品，很少买那种原价的，就是商品吧。所以就整个这个吃饭这一块就比较节约吧。剩下的话应该就没其他开销了，因为比如说交通的话，因为我住宿离学校比较近嘛，所以也没交通费用。然后娱乐设施的话我也没有，因为比如说我也不喜欢到处闲逛或者是喝酒啊晚上这种，所以娱乐也没花费。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就只有住房成本和吃饭的成本了吧。所以整个算下来应该是大概是11000吧。这是第2个月，应该因为第1个月有一些一次性的开销嘛，那个不准确，所以第2个月我觉得应该是大概的我的水平，以后的消费水平应该就是11000一个月了。不知道大家平均每个月一个人消费大概是多少呢？说完这个，我再说一下 emo 的时刻吧，就是最近遇到一个。主要就是我的英语不能就是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就感觉有一天就很难受。主要就是我们有作业，每门课基本都有大作业，有的大作业需要小组讨论嘛。就那天我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感觉状态很不好，就不知道怎么就感觉很难用英语表达出我自己的想法，可能那天只能表达出30%的我想说的话吧。所以那天结束之后就难受了好几个小时。主要是这也让我回想到了我之前出国前找海外工作的经历了。因为一开始我是没想着来读书的，我是想着先直接就出来工作的。当时就其实花费了大概2个月来找海外的工作。第1个月的话，主要就是写英文简历，然后用英语把我做过的项目，然后完整的就是写出来，然后再不断的背诵会吧，就死记硬背吧。然后还把可能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用英语整理了一下，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在相当于用英语来背这种面试题吧。然后也看一些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mock interview， 这种模拟面试这种吧。第1个月就大概一直在准备，然后第2个月的话就开始海投了，主要就是在 Seek 上面投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然后在 LinkedIn 上面和Indeed上面就开始投爱尔兰。当时想的就是不管是哪儿，只要有人给我 sponsor 我的工作签证，我就过去。然后投了第1个月，第2个月投了1个月之后，一个面试都没收到。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再让我介绍项目呀，用英语我可能都不能流利的然后表达出来了，因为就是那之前都是一直死记硬背的吧。所以我感觉可能直接找工作，可能真的有个面试的话，我可能也面试不通过了，所以我就直接就开始留学这条路了。现在的话就是已经2个月过去了，其实时间过得也太快了。2个月过去了，那天我小组讨论的时候，我还是只能表达出35%的我自己技术内容吧，所以就感觉很难受，感觉就好像没多大的进步吧。所以我是准备第1个学期结束之后开始找工作的，而我们第1个学期是在5月初就结束了，可能还留给我时间还剩下1个半月吧，我不知道到时候我的英语有没有提高。所以就突然感觉就很难受，所以我也那天开始就后面准备已经开始在图书馆借了一本比较感兴趣的技术书，
然后就开始阅读这种英文的教材吧，课本吧。不知道有没有对技术，就是至少技术工作沟通上面，不知道有没有提升。当然我也不是每次小组讨论都表现这么差的，我有的时候我还是能表达出基本能表达出我所有想说的话吧。所以主要就是那天感觉只能表达出30%，哇，就感觉好难受。可能每天可能和讨论的话题啊，或者是状态可能还有关吧。反正当然肯定还是英语不太好吧。我也不知道其他同学出国之后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英语就是有一个上升的台阶，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我呢计划也是在第1学期之后准备再做一套这种剑桥雅思题吧，看看自己有没有英语有没有提升吧。反正现在也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学英语吧。我除了上课，肯定我还有一些有意识的，我就在 YouTube 上关注了一些说英语的一些就是视频的就是 YouTuber 吧。反正也在不断的接触英语吧，有意识的接触吧。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什么时候才能感觉能达到那种自如的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吧。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然后这个英语说完之后，再说一个国内家人的事情吧。和家人的话，一般基本上每天都视频吧。有的时候比较忙的话，可能最多不会超过2天。家里也没有发生什么让我特别担心的事情啊。但唯一有个意外就是我老婆开车，然后把出车库的时候刮蹭到旁边的那个就是消防箱了，所以就联系，因为我老婆之前就不会开车嘛，她还是新手，所以就也不知道怎么走保险，所以就当时我就联系国内的4S店，然后走了下保险吧。我老婆其实她拿到驾照已经10多年了吧，都中间换过一次驾照了，但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她一直比较抗拒开车，都是我开。然后只有出国的前的一个月吧，和她猛练了1个月，然后基本上我感觉是比我一开始开车是技术应该是强一点。但是呢，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小区的那个车位特别窄，然后旁边还有停辆车，所以他可能刚往出开的时候，可能他的距离感可能不太好吧，刚开始，所以就给刮蹭上去了。当然其实我出国之前我也把我家车给洗了一下，然后给加满油了。应该我老婆当时想的是，再需要让我老婆自己来去加油站加油的话，应该至少开了500公里了。我想500公里的话，她技术应该能足够让她自己单独去加油站来加油吧。我也不太清楚，她反正她现在还没用了，可能只用了30-40%的油吧。她现在因为刮蹭过这一次之后，她感觉就有点不敢太开车了，所以我跟他讲，看到哪天旁边那辆车不在的时候，把车开出去再练习练习吧。反正这只是一个插曲吧，其他的就感觉家里一切都很安好。因为我走了之后，我其实让我爸过来帮忙照顾我女儿，就是接送上下学了。然后我走之前，我也基本上给我爸找好了房子，一个公寓，就我旁边的小区的公寓离得很近，而且那个公寓的管理也是和我们小区是一个物业的，所以沟通起来也很方便。所以就整个家里就也没什么事情让我担心。然后我这边的话，因为感觉除了英语的话，其他也没什么需要让我适应的地方吧，我感觉。所以家里我也没让家里人那些担心。当然啊，对，这主要就是我妈是比较担心我的，主要是她经常看一些头条上面关于国内、关于东南亚那些骗人的那些报道嘛，就比较担心我，所以就让我每隔几天的话就在群里面说一下，或者发个照片之类的吧。可能我妈就比较担心我吧，剩下的话，因为我和老婆孩子每天都视频，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对，然后就是对，有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我晚上有时候睡不着的话，可能会想念家人吧，尤其是我女儿，可能每次和她视频的时候，感觉她都在给我分享她的一些事情，而且她现在感觉就突然之间就长大了，因为每次视频她都能表达一些她自己的想法，还挺有逻辑的。
所以感觉好长时间没见，就突然感觉就长大了。所以这样我也不就让我有顾虑，就是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比如说，如果最好的情况我找到了工作，毕业就找到工作，拿到了 critical skill， 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让我老婆孩子就是一起过来，因为我也不太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到时候顺利拿到身份。如果不过来的话，就长期的分开，我感觉哇，确实一个很大的挑战吧。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咋样选择吧，到时候再看吧。说完这个，再说一下，可能大家之前都说的国外好山好水好无聊这事吧。其实我是没感觉到有什么无聊的地方，因为我可能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和那种娱乐吧，因为我在国内我就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然后就是一个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我其实很接受不了国内那种拥挤的生活环境吧，比如说那种11假期的时候，我是完全接受不了那种排长队出去玩，然后甚至我一般在逛商场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周末去，因为我感觉哇那些人挤的我特别烦，因为我看进去之后听见那些人的声音嗡嗡的，然后我就特别难受，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独处的一个人的。然后感觉就是一个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挺好的。像以前的话，我没干眼症之前，我还平常就打游戏嘛，后面没法打了之后，现在就主要就是变成听播客了，主要就是用听来代替看了。其实播客我是很喜欢听的，因为播客我听的一般都是30分钟至少以上的那些内容，所以因为时间足够长，所以他们就能聊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话题吧。然后就是娱乐的话，我就是会听一些有声书吧。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把刘慈欣的应该绝大部分的小说我应该都听过一遍了吧。然后来到这边的话，我还是会听一些播客，然后剩下就是健身了吧。我之前就是一直在跑步嘛，每周大概跑5次。然后最近的我老婆呀建议让我就是除了跑步再做一下那种就是那种健身吧，塑形吧，可能算属于就是那种撸铁吧。因为宿舍的那个健身房其实这些设备器械都很齐全。我也想我就有意识的来锻炼一下，就是健身了吧，因为也不想浪费这好的机会吧，因为毕竟这个很方便，下个楼就能去了健身房了。所以每天我是感觉基本上都是在6点40左右起床，然后就大概就是跑步加锻炼，然后1个小时吧，然后再去学校。所以感觉一天下来的话，自己精力也比较充沛，眼睛也没那么难受，然后晚上的话就会听一些英语播客吧，或者是听一些英语的 YouTuber 吧。所以感觉一天还是比较充实的。至少目前来说，我还没感觉到有什么无聊的。我也比较喜欢享受现在状态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新鲜劲儿，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处于新鲜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呢，过了新鲜期之后，看到底什么状态，这种状态还能维持多久？以后的话我再更新吧，比如说半年之后吧。整个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吧。也因为下个周的话，我们就是到了一个 reading week， 就是读书的一周吧，就是没有课。我的话可能我的安排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因为还有一些大作业要做。除了做大作业的话，我也在问了一下 ChatGPT 一些都柏林的一些经典的旅游路线吧，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些，然后准备就是坐着大巴可能就逛一下经典的旅游路线吧。大概就是这样。我感觉目前是没感觉到有无聊的地方吧。今天应该我想分享的内容就是这样些吧，这个就是大概我来2个月之后一些自己的感受吧。好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好，拜拜。